我们今天来聊一个，可能很多爸爸妈妈都很有感的状况，就是明明是想关心孩子，但怎么话一说出口就变成了唠叨。这次我们要来学一个很实用的方法，把这些让人心累的唠叨变成能够温暖亲子关系的金句。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，就是明明心里是满满的爱，想提醒孩子，但话讲出来，听在孩子耳里就变成又来了，好烦哦。我们明明很用心，结果孩子却越听越烦，甚至开始跟你唱反调，让亲子关系变得很紧张。那种挫折感，我相信很多爸妈都懂。其实问题的症结点常常不是我们讲的内容有错，而是孩子听进去的感觉是什么。你知道吗？他们会自动把耳朵关起来，真的不是故意要给你做对。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说话方式让他们的大脑好像启动了一个防卫机制，所以话根本就进不去。所以啦，关键就是要换个方式说，让话能真的走进孩子心里。好，那要怎么开始呢？首先我们要先懂一个很核心的原则，它叫做5:1关系法则。这可是有研究证实的哦，是维持稳定关系的一个黄金比例，不只用在夫妻，亲子之间也超级适用。你可以这样想，我们每天跟孩子的互动，就像在一个情感账户里面，不是存钱就是领钱。你看左边这些命令纠正叹气碎碎念这些其实都在扣分，也就是在提款。那右边呢，那些正向的、有连结感的话，就是在帮这个户头加分，也就是存款。重点来了，就是这个比例5:1。研究发现，你只要有一次的负向互动，就是扣了1次分嘛。结果竟然需要你猜猜看，要整整5次的正向互动才能补回来。哇，5次耶！为什么要这么多？因为这5次的加分是在重新建立孩子的安全感，让他知道，就算我做错事了，爸爸妈妈还是爱我的，我们的关系是稳固的。所以你看，5:1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？也让我们看到正向沟通的力量有多大。我们来看这张图就更清楚了。大量的正向互动，就像在帮孩子织一张很坚固的情绪安全网。你想想看，这张网如果够厚实，孩子就算不小心跌倒，被我们纠正，他心里还是觉得很安全，知道自己是被接住的。但反过来，如果扣分太多，这张网就会破洞百出，那孩子当然会全身长满刺，充满防卫性啊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好啦，道理我都懂了，但在每天忙得要死的状况下，到底要怎么加分呢？问得很好，别担心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直接进入实战的部分咯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看有5种非常具体，马上就可以用的正向回应。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加分工具箱，随时可以拿出来用，帮亲子关系的户头存点钱。第一种是表达关心，像看到孩子闷闷不乐，就问你看起来有点难过发生什么事啦？这就是让他感觉被你看到了。第二，表达依恋，很直接的告诉他，你对我来说很重要哦，这是在帮他建立安全感。第三，肯定价值，比如哇，我很喜欢你这么贴心耶，这是鼓励他好的行为嘛。第四，这个很重要哦，道歉与感谢，像是我们自己不小心语气太冲了，可以说对不起，我刚刚语气太急了，谢谢你等我，这是在做一个好榜样给他看。最后，接受观点，一句我懂你为什么会这样想，哇，这句话超有魔力的，可以马上化解孩子的防备心。记得哦，这些都是在你要纠正他之前，先跟他建立连结的好方法。所以说这5种正向语言，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传达一个核心讯息，就是宝贝，我是你的队友，不是你的对手。你想想，当孩子真的感觉到我们是跟他站在同一边的时候，他的大脑才能从那种对抗模式切换到愿意合作的模式啊。不过，我们毕竟是人，不是神嘛，对不对？
总会有理智断线、情绪快要爆炸的时候。当你感觉到那个唠叨模式快要启动的时候，该怎么办？来，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情绪急救包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叫做3S 紧急回神法。第一个 S，sign， 就是察觉讯号，感觉一下你的身体是不是呼吸变快了，肩膀是不是变紧了。第二个 S，stop， 强制暂停，就给自己3秒钟吸一口气，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做，真的短短3秒钟就很有用。第三个 S，switch， 切换语言，把你脑中第一个冒出来的那句批评的话，把它换掉，换成一句更有建设性的话。你看这张图，就把这个3S 的流程整理得更清楚了。当我们察觉到身体的讯号 S1， 就立刻停下来 S2， 然后给自己一个瞬间去判断，这到底是孩子的问题，还是我自己的情绪问题？然后再做出不同的切换 S3。这个流程图就像一个在高压时刻的思考地图，帮助我们做出更有意识的选择，而不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。来，我们看一个超具体的切换范例。原本你可能理智一断线就脱口而出，你又把这里弄得一团乱，但是透过那关键的3秒钟暂停，你可以选择换句话说，哇哦，看起来你需要一点帮忙哦，我们有什么计划吗？你看，是不是同样一个状况，说法一换，整个气氛跟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。好，刚刚我们谈的都是一些很具体的方法跟技巧，但说真的，要让这些方法真的变成你的一部分，我们需要一个更根本的转变，那就是我们看事情的心态。这就是所谓的选择用丰富的眼光。我们用孩子写作业这个例子来感受一下。你看哦，传统的眼光会立刻看到那个红色的叉叉，你怎么又写错了啦？一定是不专心。但是丰富的眼光呢，会先看到孩子付出的努力。哇，你已经在书桌前坐了20分钟，真的很专心。来，我们一起看看哪里可以调整一下。你发现了吗？这不是叫你忽略问题，而是在看到问题的同时，也看到孩子整个人，看到他的努力。那这个丰富的眼光，具体要怎么练习呢？我们可以从这4个方向来试试看。第一，看见他的努力，而不只是结果好不好。第二，看见他的尝试，就算失败了也没关系。第三，去看看他行为背后的原因，而不只是看到问题本身。最后，看见他身上的亮点，而不是只盯着那些不完美的黑点。当我们练习用这种眼光去看孩子，我们说出来的话，自然而然就会不一样了。为了帮助我们练习哦，这里有一份丰富的眼光记录表。这个工具很棒，你可以试着每天就花个几分钟，记录下一件孩子做的事情，然后刻意练习用刚刚说的那4个方向去描述它。练习真的就是从观察开始。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，真正在生活中做出来。讲了这么多，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：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要成为100分的完美的父母，因为那根本不存在。孩子会犯错，会忘记，会闹脾气，同样的，我们大人也会呀。所以教养的重点真的不在于完美，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在关系搞砸之后去修补，去重新连接。所以下一次当孩子或我们自己又搞砸了的时候，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用这句话来取代责备，就轻轻地说，没关系，我们再一起练习一次。这句话里面有接纳，有恩典，它让孩子明白，犯错不是世界末日，它只是成长过程中很自然的一部分而已。好，在今天分享的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可以每天睡前问问自己，我今天的语气是拉近了我跟孩子的关系，还是把我们推得更远了？你知道吗？唠叨常常是一种不经思考的习惯，但金句却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。我们每天说出的话，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孩子生命中最深刻的底色。
愿我们都能做出那个让彼此更靠近的选择。